据多家媒体的消息，北约在立陶宛维尔纽斯那边不是开这个北约峰会吗？这时候朝鲜就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强压北约涉足亚太的一种反应。可以看出朝鲜对亚太，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未来趋势的一种判断。那么朝鲜它到底有什么打算呢？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据报道，朝鲜又试射了火星18洲际弹道导弹，在这之前的4月份，他们已经试射过一次了。这美军不就分析了，说他们这导弹可以打18000公里左右，可以打到美国的本土了。朝鲜官方媒体就明确表示了，说这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是进一步提升朝鲜战略核武的重要进程，是对敌人威胁这个协议的明确警告。这一看很明显，它是对着美国去的。但是事情它真不是那么简单，这里边的因素还是非常复杂的。咱们看这次试射，当然它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个需求嘛，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对着美国这个北约峰会上有关亚洲议题的一种回应。我们再注意一下你看，他这次北约峰会的公告之中，一共出现了15次中国，这就是美国在刻意安排的嘛。他要把我们中国污蔑为所谓的这个地区威胁，然后呢，他来一次这个凝聚这个盟友，来插手这个亚太的事务，让北约的力量填充美国未来撤离第一岛链之后的这个空间。美国呢，他不是要把这个亚洲拉入北约，而是要把北约拉到亚太。这将引发地缘格局非常危险的变化。东北亚地区它就可能是这个冲突的引发点。韩国在这方面要说起来，他是真没看明白，而朝鲜那边把这个事情看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说现在这个半岛问题实际上它是一个2战遗留的问题。2战的核心区呢，它是欧洲，特别是这个东北亚地区，那是2战的一个地理边缘地带，它也是一个政治边缘的一个区域。2战结束之后呢，这个咱们东亚地区还经历了战争，其实并没有形成相对牢固的地区秩序。那美国呢是一个海权强国，它利用它全面的强势和霸权，在这个地方控制这个地方的这个秩序但是呢，它一旦触及到中国和俄罗斯这2个强权大国呢，也就难以美国在独步天下，自己说什么都算了。尤其是当我们新中国建立之后，一场抗美援朝作战，让中国重新回到了地缘政治的核心话语权的圈子这是美国万万没有想到的。朝鲜半岛从50年代至今，就是在大国的平衡之中得以生存的。我们中国站起来了，但是客观上我们也得承认，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完全恢复地区秩序的主导权当我们逐步发展到今天，那么和美国的矛盾就爆发出来了。这种根本的矛盾就是一个地区的一个主导权的问题。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地区完成真正的去霸权化。很明显中美之间的博弈是一场非常严峻的对决。这所有的形势，朝鲜这边看的是很清楚的。其实他们也在判断在未来中美的对决，到底是谁能够胜出，谁能够给这个地区提供安全和发展的保障。这半岛地区呢，就是中美较量的一个重点地区了。朝鲜的重要性那就是不言而喻了。而正是利用这种重要性，这是它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朝鲜就加速发展自己的战略武器，作为未来中美较量之后与胜出一方进行对价的筹码。你越具备这个战略能力的话，你筹码的分量就越重。而且这个筹码它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用途，它就是用于中美对决的关键，甚至在僵持的时刻，它可以只要是这个筹码倾向到一方，就有可能去压倒另一方。这就是这种硬核小国的策略。所以呢，朝鲜呢，它其实根本没有必要更多的去发展它的普通武器，它的常规武器，它看得已经非常清楚了而且也确实从客观上没有那么多的财力去建设这种齐备而现代化的国防体系从目前的整个局面上来看，它也没这个必要，因为毕竟他们的安全，它并不是靠这些，而是靠大国的平衡和手中那个最硬的筹码。
说起这个事儿啊，就有点像什么呢？像那部电影，就是《让子弹飞》这个电影的情节。你看啊，就算是当时这个张麻子啊，把这个钱和枪啊全部撒满街，那鹅城的民众他也不会去捡，他们也不敢去捡，因为他们知道啊，决定他们的命运，它不是这些枪，它也不是那些钱，而是张麻子和黄四爷到底谁是最后的赢家。啊，当这个鹅城老霸主这黄四爷一旦出现崩溃迹象的时候，那民众一下子就站在了张麻子这一边啊。中国和美国的伦理从根本的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的是和平共处，美国呢，他搞的就是有我那就没你。要说起来，这个美国呀，对我们中国可以说是了解，但是他也不了解。你看，从晚清啊，这美国也是八国联军之一嘛，对吧？从晚清啊，就和我们中国打交道，那深入接触过清军和国民党的军队，他们以固有的成见看待这个由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结果呢，美国啊，在这个半岛上让我们见识到了什么叫做钢铁工业，而志愿军呢，则让美国见识到了什么叫钢铁意志。那70年前，我们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都能痛击美国，那么以今天我们的实力，美国想赢中国，那简直就是一个开玩笑的事情了。